第一课：生活表现与情绪。一个人的生活表现会受到许多因素的影响。绝对，情绪会影响我们日常工作的表现。您认为哪些常见事物会影响我们的情绪？压力、睡眠，甚至饮食都会产生重大影响。很有道理，优先考虑自我护理很重要。是的，了解我们的情绪状态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管理它们。当你情绪低落时，你通常如何振奋心情？我喜欢在大自然中散步，这确实有助于清醒我的思绪。这策略太棒了！我发现听音乐能让我精神振奋。第二课：国内货运。太好了，我会考虑这两家公司来处理我们的国内货运。这听起来是个不错的计划。你具体在寻找什么？我想比较一下他们的价格和交货时间。这很聪明，找到最符合我们需求的价值很重要。是的，可靠性是运输的关键。当然，我们承受不起订单延误。您之前与任何船运公司合作过吗？我有过，客户服务可以带来巨大的体验差异。当然，我们一定要选择一家评价好的公司。第三课：温和的气温。听起来太棒了！我们可以趁着气候温和的时候出行。当然，这是远离极端天气、享受户外活动的绝佳方式。您认为我们应该计划哪些活动？也许我们可以去远足或在公园野餐。这些听起来很有趣。我喜欢亲近大自然。我也是，而且这也是放松和恢复精力的好方法。您认为我们应该提前预订住宿吗？是的，特别是因为我们想避开旅游旺季。对，这样我们就能获得更优惠的价格和更充足的空房。第四课：出租车小贴士。建议您在上车前确保出租车的计价器正常。当然，这样你就可以避免任何意外费用。您是否遇到过电表不工作的情况？是的，我最终支付的费用远远超出了我的预期。真让人抓狂！上车前确认车费很重要。当然，而且我一直都喜欢用信誉好的出租车服务。好主意，这样更安全，而且通常更可靠。此外，与来自可信赖公司的司机沟通也更加容易。没错，下次旅行时记住这些小贴士吧。第五课：母亲的角色。母亲真的是无所不能的，不是吗？是的，我妈妈辅导我们做作业的时候，就像老师一样。这视角太棒了，他们经常身兼数职。
没错，当我需要倾诉烦恼的时候，他也是一位很好的倾听者。令人惊奇的是，他们既有权威，又有教养。是的，而且他们似乎总是知道该说什么。您认为母亲在我们的生活中还扮演什么角色？他们就像厨师、安慰者，有时甚至是我们最好的朋友。太对了，让我们珍惜并感激他们为我们所做的一切。第6课，锻炼。你最近有锻炼吗？是的，我已经开始定期去健身房了。太棒了！你都在做什么运动？我专注于力量训练和一些有氧运动。很棒的组合，力量训练对整体健康非常有益。绝对有效，我感觉更强壮，更有活力了。自开始以来，您是否注意到任何变化？是的，我增加了肌肉并提高了耐力。太棒了！让我们互相鼓励，继续前进。第7课，杀死天使。杀死房子里的天使，这是一个很有力量的短语，不是吗？是的，这体现了人们对年轻女性的期望。是的，家中的天使的概念可能相当有限。没错，女性应该能够不受限制地表达真实的自我。您认为这种想法会造成哪些不公正现象？它常常导致人们产生不适感和顺从的压力。确实如此，打破这些刻板印象对于父权至关重要。是的，分享我们的故事可以帮助提高人们对这些问题的认识。让我们继续互相支持，挑战社会规范。第8课，管理任务。如果我有太多任务需要处理怎么办？将它们分解成更小、更易于管理的部分。这听起来是个好办法，这样可以让事情不那么让人不知所措。没错，一次只专注于一项任务可以提高工作效率。您对如何确定任务的优先顺序有什么建议吗？是的，我通常从最紧急的或临近截止日期的开始。这很有道理，它有助于降低压力水平。完成任务后，别忘了奖励自己。好主意，一点点动力就能带来很大的进步。第9课，谈判交易。此外，让我们与供应商协商达成更好的交易。这真是明智之举，建立良好的关系才能带来更好的待遇。没错，你想过跟他们说话的时候该说什么吗？是的，我打算强调我们的忠诚度和订单量。这策略太棒了，它表明你是一位有价值的客户。对，我想确保他们明白，我们双方都会从中受益。好主意，合作才能促成成功的谈判。
在我们联系之前，让我们准备一些谈话要点。是的，我很高兴看到我们能如此有效。第10课，时尚服装规划。我需要为这次活动找一套时尚的服装。我也是，我想我会选择连衣裙。你呢？我可能会选择一套漂亮的西装，这始终是一个经典的选择。听起来很棒。你心里想好具体什么颜色了吗？我想到的是海军蓝，它优雅而又百搭。很棒的选择，海军蓝和很多配饰都很搭。没错，你考虑穿什么样的裙子？我倾向于一些花香，它给人感觉清新有趣。听起来很棒，让我们确保彼此的风格互补。第11课，急需的休息。我迫不及待地想开始我们的旅行了，这将是我们日常生活中急需的休息。确实，我们应该有时间放松一下，补充能量。没错，我们不在家的时候，你想做什么活动？我很想探索一些当地的景点，并享受大自然。听起来太棒了！户外活动总能让我神清气爽。是的，我们还可以在那里尝试一些新食物。绝对的，美食是旅行中非常重要的一部分。让我们规划行程，充分利用我们的时间。是的，我期待着一起创造美好的回忆。第12课，历史中的讽刺。确实，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就在苏联等国家解体之际。是的，它标志着全球政治的重大转变。它为新的机遇和挑战打开了大门。绝对如此，这些变化影响了世界各地许多人的生活。您认为会有哪些直接影响？许多人都对未来抱有希望，但同时也感到不确定。确实如此，过渡到新系统可能相当困难。是的，但它也允许新的想法和改革出现。历史如何塑造我们的现在和未来，这真是令人着迷。第13课，语言障碍。语言障碍如何影响该地区的交流，很有趣。是的，那里英语使用并不广泛，所以对于旅行者来说可能比较困难。没错，您觉得游客该如何突破这些障碍呢？学习当地语言的一些基本短语确实很有帮助。当然，这体现了尊重，也能为更好的互动打开大门。此外，使用翻译应用程序可以协助实时对话。好主意，沟通起来方便多了。是的，当语言无法传达信息时，肢体语言也可以帮助传达信息。真的，不用说话就能传达这么多信息，真是太神奇了。第14课，负面影响。您是否曾经历过压力带来的负面影响？
是的，我有时会感到不知所措，尤其是在时间紧迫的情况下。这可以理解，压力确实会损害我们的健康。绝对，它影响我的身心健康。您通常做什么来缓解压力？我尝试短暂休息，并进行深呼吸练习。这些方法太棒了，我发现散步能帮我理清思绪。是的，呼吸新鲜空气确实让人神清气爽。让我们在管理压力方面互相支持。第15课，美丽的目的地。我听说那个地方以其原始的海滩、风景如画的景色和充满活力的夜生活而闻名。是啊，听起来是个完美的度假胜地。你想在那里做什么活动呢？我喜欢白天在海滩上放松，晚上探索当地的市场。听起来太棒了！我喜欢探索当地美食。当然，在当地餐馆吃饭是我旅行中最喜欢的部分之一。我也是，海边的新鲜海鲜绝对值得一尝。也许我们还可以在白天尝试一些水上运动。是的，浮潜或桨板冲浪一定非常有趣。让我们尽快计划一次去那里的旅行吧，这听起来像是一个梦想的目的地。第16课，班车服务。太方便了，班车多久一班？他们每15分钟来一次，所以我们不必等很久。太好了，出行方便多了。没错，而且它还能让我们最大限度地利用探索时间。我们去那里的时候，你想去参观哪些特定的地方？我很想去看看当地的景点，也许还有一些隐藏的宝石。是的，发现新事物总是令人兴奋的。让我们列出我们想一起探索的地方的清单。好主意，我期待这次冒险。第17课，独特的礼物创意。我正在寻找一份独特的礼物，有什么建议吗？带有有趣引言或设计的个性化围裙怎么样？听起来真是个好主意，既实用又贴心。没错，它给我们日常使用的东西增添了特别的质感。您认为我们应该附上一些烹饪工具吗？是的，这样礼物就更加完整了。您认为哪种工具最好？也许一套好的量尺或一个打蛋器就很完美了。让我们将这个计划付诸行动，这将是一份令人难忘的礼物。第18课，激动人心的计划。哦，我迫不及待想看。你打算什么时候去？我计划下个月去参观，那一定非常令人兴奋。听起来太棒了！你希望看到什么？做什么？我想探索当地文化并尝试新食物。是的，食物是旅行中必不可少的一部分。
当然，我听说那里的街头小吃棒极了。我只能想象，我们一定要多拍点照片。当然，我想捕捉这次冒险的每一个瞬间。我很高兴等你回来后听到这一切。第19课，面对挑战。旅行期间，您还遇到其他挑战吗？是的，有时我感到有点孤独，尤其是在新环境中。这可以理解，新地方有时会让人感到孤独。没错，我花了一段时间才适应陌生的环境。你找到什么方法来克服这种感觉了吗？我开始与同行旅客和当地人联系，这很有帮助。这策略太棒了，与他人沟通可以带来很大的改变。是的，它确实丰富了我的体验，让我感觉更自在。让我们在未来的旅行中记住这一点，保持联系很重要。第20课，旅行经历。你好，听说你最近出去旅行了，旅途怎么样？太棒了，我探索了一些美丽的地方。听起来太棒了，你这次旅行的亮点是什么？我认为参观历史遗迹是最难忘的部分。太棒了，历史总能为旅行体验增添深度。是的，我学到了很多关于当地文化的知识。你在那里尝试过什么新食物吗？绝对的，我尝到了以前从未尝过的菜肴。我喜欢这个，美食真是体验一个地方的绝妙方式。第21课，面条的选择。我只尝试在我的菜肴中使用米粉。这真是个好选择。不过下次你应该试试鸡蛋面。味道和质地有什么不同？鸡蛋面口感更丰富，有嚼劲。听起来真好吃，下次做饭的时候我会记住的。你一定会爱上它们，它们为菜肴增添了不同的层次。太棒了，我一定会两种都试试。让我知道进展如何，我很想听听你的创作。我会的，尝试新事物总是让烹饪变得更有趣。第22课，小猫必需品。对了，我们还应该给小猫买个猫抓板。当然，这对它们的健康和幸福至关重要。它也有助于保护我们的家具安全。是的，而且它还给小猫提供了一个玩耍和探索的地方。您在网上看到过什么好的选择吗？我有一些非常可爱又结实的。太棒了，我们选一个适合我们空间的吧。是的，我们还可以买一些玩具来让小猫玩得开心。太棒了，听起来我们的小毛球
一定会很开心。第23课，感到轻松自在。绝对，现在我感觉更自在，也更有活力了。听到这个消息真是太好了。你做了哪些改变？我清理了一下，并添加了一些植物来营造清新的氛围。植物真的能让房间更明亮。你选了哪些植物？我买了一株虎尾兰和几株多肉植物，它们很容易养护。很棒的选择，它们真的可以改善空气质量。没错，另外，我还重新布置了家具，让布局更加开阔。听起来太棒了！好的布局可以彻底改变氛围。我很高兴我这么做了，感觉就像进入了一个全新的空间。第24课，暑假。你不觉得很多人夏天都会去度假吗？当然，这是放松身心、探索新地方的绝佳时机。而且学校还放暑假，这真是太好了。是的，长时间的休息很有利于恢复精力。你今年夏天有什么计划吗？我正在考虑和一些朋友一起去海滩。听起来太有趣了，去海滩总是个好主意。你呢？有什么令人兴奋的旅行计划吗？我可能会去山里徒步旅行，我喜欢户外活动。第25课，领导风格。另一方面，在某些情况下，专制的领导风格是必要的。确实如此，紧急情况下，快速决策至关重要。没错，时间紧迫的时候，它能帮你维持秩序。但是您认为这种方法的缺点是什么？它可能会抑制创造力并阻碍团队投入。是的，而且这会导致团队成员的不满。平衡权威与合作是关键，你不觉得吗？绝对，高效的领导者知道何时调整自己的风格。让我们一起探索不同的领导风格。第26课，噪音问题。嗨，打扰一下，我的公寓噪音有点大。哦不，听起来真让人沮丧。这是什么噪音？大部分噪音来自街头、汽车和建筑，让人难以集中注意力。我能想象。你试过用降噪耳机吗？我还没有，但我听说它们非常有效。真的，我一直都在用，尤其是学习的时候。好主意，或许我应该买一双。当然，它能大大提升你的舒适度。我会研究一下，谢谢你的建议。第27课，专注于控制。专注于你可以控制的事情，而不要担心其余的事情。好主意，
我感觉不知所措的时候就试试这个。这确实有助于将您的精力优先用于可管理的任务。是的，尤其是在压力大的时候。你是如何应对压力的？我喜欢列清单，并将任务分解成更小的步骤。听起来很有效，我也应该开始这么做。一切都需要一步一步来。没错，让我们互相支持，保持秩序。当然，我们可以经常互相问候。第28课，平坦的道路。宽阔平坦的道路使汽车和公共汽车能够快速地从一个地方行驶到另一个地方。是的，它使通勤变得更加轻松和高效。您是否注意到它如何显著减少旅行时间？当然，这对缓解交通拥堵很有帮助。更安全的道路也可以减少事故。确实如此，这对路上的每个人都有好处。您觉得该地区的公共交通选择如何？他们通常很可靠，尤其是在道路状况良好的情况下。让我们进一步探索道路基础设施如何影响我们的日常生活。第29课，新朋友。我没有朋友可以一起游泳。太可惜了，和朋友一起游泳会更有趣。我同意。为了让它好起来，我又去宠物店买了3条金鱼。好有创意，金鱼也是很棒的伙伴。我把它们放进水族馆，它们似乎相处得很好。太棒了，看鱼游来游去真是让人放松。是的，就像在家里拥有一个小小的水下世界。也许我们可以找个时间举办一个小型泳池派对。我很喜欢，这可能是享受夏天的完美方式。第30课，探索宝藏。今天我们就尽情购物吧。听起来很有趣，你想去哪里？市中心的那家古董店怎么样？好主意，我喜欢在那里寻找独特的物品。是的，我们进去看看能找到什么宝藏。我很兴奋，你永远不知道还有什么隐藏的宝石在等着你。没错，探索新店总是一次奇妙的冒险。我们甚至可能会找到一些特别的东西带回家。让我们尽情享受狩猎的乐趣吧。第31课，公共交通。我一直在考虑我们旅行时使用的公共交通工具。我们计划开车去，但距离很近。太方便了，有时候开车比坐公共交通还方便。没错，而且我们可以随时停下来。是的，灵活性是拥有汽车的一大优势。但如果我们需要放松，公共交通可能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没错，这样我们就可以欣赏风景，而不用担心交通拥堵。让我们记住这2个选择，并在临近日期时做出决定。听起来很不错，我期待我们的旅行。第32课，游览泰国。是的，我正在考虑去泰国。你以前去过那里吗？没有，但我听说那里很漂亮。真的，海滩和文化都很棒。我迫不及待地想去探索市场并品尝美食。您一定会喜欢街头小吃，它既美味又实惠。我听说的就是这样，还有什么不容错过的呢？一定要参观这些寺庙，它们令人叹为观止。太棒了，我一定会把它加到我的清单里。我们一起计划吧。第33课，秘鲁的天气。听起来很有道理。秘鲁最佳旅游时间天气怎么样？通常，最佳时间是5月至9月，天气干燥，阳光充足。太棒了！我听说这里很适合徒步旅行和探险。当然，气温温和，户外活动很愉快。您认为我这次旅行应该优先考虑哪些地方？您绝对不应该错过马丘比丘和圣谷。这些都在我的清单上，我迫不及待想去看看那些遗址了。你一定会爱上它们，景色美得令人窒息。让我们继续讨论更多关于我的旅行的建议。我想充分利用这次旅行。第34课，规划一次难忘的旅行。我相信您一定会拥有一次难忘的旅行。太好了，我今天就预定，我们就可以开始规划行程了。听起来很精彩。你想加入哪些活动？我很想探索当地市场，并尝试一些街头小吃。是的，食物是体验中非常重要的一部分。当然，另外，我还想参观一些文化地标。好主意，我们也应该留点时间放松一下。当然，平衡观光和休闲时间是关键。让我们尽快敲定细节，我等不及了。第35课，小猎犬号的航行。1831年，小猎犬号和这艘船离开了英国。没错，这是历史上一次非常重要的航行。这艘船的航行带达尔文环游了世界，不是吗？是的，他为他提供了宝贵的经验和观察。您认为他做出的最重大的发现是什么？他对物种变异的研究具有开创性。绝对，他们改变了我们理解进化的方式。一次旅程就能对科学产生如此深远的影响，真是令人着迷。是的，这表明探索和好奇心的重要性。